救命！有没有人？天要亡我！别吵，吵得我更饿了。是你出生？你挂在崖边，马车也烂了。我看知道你仇家这么多，连吃个饼都不让人清静。一个小姑娘把我从悬崖拖上来的。你又不重，哪来的野丫头，敢管摄政王的闲事？连她一起砍了！我最烦别人打扰我吃饭。这玉佩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家里人呢？没了，山里就我一个，干嘛抢吃的？楚楚，一个人怎么活呀？楚楚，我是你爹呀，你是我失散了18年的亲生女儿啊！你是我爹？对，我是你爹，跟爹回京城。京城有肉吗？有，天天有，顿顿有，只要爹在，管饱。走。相爷，您可算回来了。宫里刚来的加急口谕，陛下有急事召您即刻入宫。传旨的公公已经在前厅等候了。老头，你去吧，不用管我，赶紧把肉备好就行。好生伺候大小姐进府，若有一丝怠慢，唯你是问。你就是爹爹在野外认回来的那个姐姐。既然爹爹心软，认你这个山里来的丫头归宗，你就得守相府的规矩。不错。正门是给相府的贵人们走的，你常年在山野里讨生活，身上带着野气。今天你要是从正门进，冲撞了相府的百年风水，你担待得起吗？姐姐，委屈你一下，从那个角门进来吧，免得别人说你不懂京城的规矩。进了相府，你就得听主母和小姐的安排，让你走偏门，你就得乖乖走。规矩、风水，我黑风寨下山劫道从来只走大路。大路，姐姐。这里是相府，不是你撒野的山沟。这正门，就算你今天磕破了头，也休想。门槛太高，碍事是吧？我帮你们平了。现在门没了，记住了，以后少拿手指着我，再有下次，碎的就不是门了。厨房在哪儿？我饿了。手艺勉强凑合，就是肉太少，晚上多备点肉，要有大棒骨那种。是，大小姐吩咐，小的记住了。把院子给我围起来，一只苍蝇也不准放出去。姐姐，你砸了相府正门，惊扰了内宅，简直无法无天。既然爹爹进宫了，今日这相府的规矩就由母亲来教你。霍楚楚，你虽有霍家血脉，但粗鄙不堪，毫无教养。今日我便带相爷行刑法，让你知道什么是高门大户的体统。嬷嬷，念女诫。复刑有4：一曰复德，二曰复言，三曰复容，四曰复公。停！念经去庙里，别在我这儿招魂。有话直说，想打架？冥顽不灵，给我拿下他！先打20藤条，再绑去祠堂罚跪。是。就拿这种牙签来教训我。哎呀，我的手！你敢反抗家法？哼，家法？我让你看看什么是我的规矩。住手！都在干什么？相爷，您可回来了！您看看您认回来的好女儿，她不仅砸了正门，现在还要行凶杀人啊！她连相府的家法都不放在眼里，这是要反了天啊！相爷，您要为嫵妾做主啊！爹爹，女儿好言相劝，姐姐却直接动手砸了女儿的园子。姐姐若是容不下我走就是了。楚楚啊，这铁疙瘩这么重，抡了半天，手腕酸不酸？虎口震疼了没有？手心有没有磨脱皮？爹，你闭嘴！我霍青山一生清贫老实，在朝堂上被摄政王欺压也就罢了，如今在自己家里，连我的亲生女儿都要受你们的委屈。相爷，是他砸了院子啊！砸了就砸了，我女儿在外面吃了18年的苦，哼，砸个石头怎么了？没伤着我女儿的手，那是这破石头的福气。老头，你脾气太软，才会被这群不长眼的东西骑在头上。从今天起，
这相府的规矩我来定。你们两个天黑之前把东西收拾好，搬到最偏的西厢房去。主院我要了。凭什么？我住了10几年。就凭我手里的棒子硬，后院谁再敢作妖，谁再敢让我爹受气，我就不是砸石头了，我把你们的房顶掀了。楚楚，爹没白疼你，爹这就让人去把主院打扫干净。换院子不急，有夜宵吗？刚才没吃饱。楚楚，你慢点吃，听爹说，昨夜爹进宫，摄政王听闻我找回了你，特地下了一道口谕，今晚中秋宫宴，指名道姓要我带你一同赴宴。宫里管饭？管是管，但这可是鸿门宴呐！摄政王权倾朝野，连陛下都受他挟制，他在朝堂上视爹为眼中钉。唉，这次叫你进宫，定是想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折辱你，借机敲打我。不行，爹这就去称病。大不了这官不做了，也不能让你去受这份委屈。老头儿，慌什么？既然管饭，那就去。我倒要看看，谁敢折辱你。楚楚，进宫是不能带兵器的。这不是兵器，这是我用来砸核桃的拐杖。站住！相爷，宫宴重地，严禁携带兵器和这等物货之物。放肆！这是小女砸核桃用的拐杖。至于这野猪，这是小女为了今晚中秋佳节，特意为太后和陛下准备的祥瑞。相爷，您见过300斤的铁拐杖吗？还有，这哪家的祥瑞是野猪啊？我饿得快，带点零食自己烤，有意见？没意见，大小姐请。丞相霍青山携嫡女霍楚楚到。哼，霍丞相，你这是何意？皇家御宴，你女儿竟敢携带凶器，与这等腥臊之物上殿，莫非是想谋逆？谋逆？我要是想谋逆，现在拖着的就不是野猪，是你的脑袋了。放肆！你一个山沟里长大的野村姑，懂什么礼义廉耻？今日这宫宴上，皆是能诗善画的名门闺秀，你除了一身蛮力，还会什么？听闻你目不识丁，不如你当众作诗一首。若是做不出来，就跪下给本郡主磕。老头，借个火。你简直有辱斯文！来人，把他拉出去！谁敢碰我的肉，我砸断他的腿。粗鄙不堪，传令下去，谁也不准理会这个疯子，继续奏乐。干嘛？抢吃的？我半年没吃过肉了。你不是皇帝吗？摄政王说我脾胃虚弱，为了龙体安康，御膳房每天只给我吃清水煮白菜，他们连盐都不给我多放。吃吧。太好吃了，你是个好人。陛下，成何体统？那是山野之物，恐有剧毒。快来人，把那脏东西给陛下夺下来！你再叫唤一句试试。他是我请的客，谁敢动他的饭碗，我就砸烂谁的脑袋。就是我老大说了算，谁敢抢我的肉，小心九族！老大，这肉绝了，比御膳房的水煮白菜好吃10000倍。好吃就行，管饱。陛下，那山野之物粗鄙油腻，仔细伤了龙体。臣女特意为您排练了一曲惊鸿剑舞，陛下不想看看吗？不看，剑舞哪有烤肉香？老大，那个排骨给我留一块，拿去。既然陛下兴致高，臣女就厚颜献丑，为大家助助兴。楚楚，
这剑看着邪乎，咱们往后退退。老头儿怕什么？他那点力气，连切这块肉都费劲。哎呀，臣女失手了！相爷小心！你放手！本郡主说了失手。哦，失手啊！放肆！你竟敢当众谋害郡主！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谋害他了？他自己拿不稳剑，怪我？反倒是你女儿像只疯母鸡一样乱扑腾，吓到我爹了。吓到霍青山，你简直强词夺理！我不管什么理，在我的规矩里，吓到我的人就得赔钱。精神损失费1万两白银，少一个铜板我就砸了你坐的那把椅子。对，朕也看见了，明月表妹确实吓到了霍爱卿，1万两不多，摄政王掏钱吧。好，很好，这块暖玉价值2万两，足够赔霍丞相的损失了。我们走。老头儿，极品羊脂玉佩。老头儿，收好，以后谁敢瞪你，咱们就按着这个价码收费。老大，你太厉害了！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朕的亲姐，御膳房你随便进。懂事。以后谁不让你吃饭，我帮你砸他家饭碗。老头儿，你脸色比这肘子还难看，怎么宫里的饭菜不合胃口？唉，楚楚啊，爹恐怕护不住这相府了。有人抢你饭碗？比这更糟。昨晚大闹宫宴，摄政王彻底动了杀机。今早朝堂上，他授意御史台发难，整整36道奏章，联合弹劾爹纵女行凶，藐视皇室，逼爹告老还乡，还要拿你下诏狱。不过你放心，爹一辈子清流，没向权贵低过头。爹这就去写折子，把所有罪责一个人揽下来，绝不连累你。36个人，是以左都御史刘晕为首，整整36个言官。名单给我。楚楚，你要名单做什么？去认门。吃多了，出去消消食。什么人敢擅闯朝廷命官府邸？霍家妖女，你想干什么？来人，护卫！起。听说你早上在朝堂上骂我爹了，你这是恐吓朝廷命官！我明日定要再参霍青山一本。参呗，但我爹胆子小，你早上骂他，吓到他了。我这人讲理，吓到我爹了就得赔钱，精神损失费5000两白银，拿钱或者拿命，你选一个。我拿钱，快去库房取银票。我爹胆子小，赔钱；我爹胆小，赔钱。大小姐息怒，下官这就赔钱，绝不让霍相老爷受惊。相爷，外面怎么了？可是摄政王派禁军来拿人了。不是禁军，是今早弹劾您的那些大人。霍相爷，近日早朝是下官猪油蒙了心，胡言乱语。相爷高风亮节，大小姐更是女中豪杰。这些宝礼是下官给相爷压惊的，还望相爷海涵呐。是啊，霍相爷，下官也是受了蒙蔽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这10株百年野山参，您务必收下。相爷，这是城外的一处庄子，全当给大小姐添妆了。这刘大人，你们这是何意？相爷不必多问，只要大小姐开心，只要相爷不怪罪，下官明日绝不在朝堂上多说半个字。老头儿，账收完了，精神损失费也拿到了，我倒要看看明天还有谁敢欺负你。哎呦！别动！敢来相府偷东西，不想活了？别打，老大，是我。大半夜不在宫里睡觉，跑出来当贼。宫里没饭吃，我实在饿得睡不着，闻着味儿就找来了。你是皇帝，连顿夜宵都吃不上？摄政王说，夜食伤身，为了打周江山，朕必须清心寡欲。不仅撤了夜宵，连每天的例菜都减成了1荤1素，还全是素油炒的。朕堂堂一国之君，每天饿得两眼发黑。
吃。好吃！老大，你烤的肉天下第一！老大，你发财了，这么多金子！白天那些骂我爹的言官送来的精神损失费。干得漂亮！那帮老顽固平日里在朝堂仗着摄政王的事，没少欺负霍爱卿。今天早朝竟然一个都没敢说话。老大，你比朕这个皇帝管用多了。吃饱了，吃饱了说正事。你堂堂一个皇帝，大半夜翻墙找我，不光是为了这顿羊肉吧？老大，摄政王要对你爹下死手了。说清楚。摄政王见文官压不住你爹，已经暗中调动了金防营的死士。他知道你爹是朝堂上唯一敢顶撞他的清流，也是朕最后的一点指望。他打算在3日后的皇家祭天秋猎上制造一场意外。他不光要除掉你爹，还想顺手除掉朕。除掉你，他当皇帝？对，朕早就成了他的眼中钉。只要秋猎时马匹受惊，或者遇上猛兽，把朕和你爹踩死，他就能名正言顺地接管朝政。到时候随便立个2、3岁的奶娃娃当傀儡，大周江山就是他的了。这乱臣贼子竟敢弑君！霍爱卿，老臣参见陛下。行了，别跪了，跪来跪去能当饭吃。老大，你这手劲儿！皇帝小弟，以后你就跟着我混了。我这人最见不得别人饿肚子，更何况你还是我爹的顶头上司。你死了，谁给我爹发俸禄？从今天起，你大周皇帝正式被列为我黑风寨的终身 VIP 保护对象。你管饭，我管你活命。好，老大，只要朕在一天，大周的国库就是你的饭碗。以后朕封你做天下第一大将军，御膳房的钥匙朕都交给你。陛下，这万万不可啊！老头，你闭嘴。3日后的秋猎是吧？我倒要看看摄政王能放出什么牛鬼蛇神。他敢让你和我爹没饭吃，我就让他把吃进去的全吐出来，连锅都给他砸了。今天就是这2个人的死期。陛下，秋猎乃我大周彰显武德之盛事，请陛下入林，射下今日的第1头猎物，为我大周祈福。去吧，有我在。是西域之火！护驾！快护驾！陛下，楚楚救驾！被踩死，这天下就是我的了。哪来的大猫敢动我的长期饭票？小心啊！跟我比力气，给我趴下！还敢叫？再敢呲牙，我今晚就吃烤虎排！老大威武！这还差不多。摄政王，这大猫是你安排的吧？一派胡言！猎场之中出现猛兽，乃是意外。本王护驾来迟。行了，别装了。哼，我就是来谢谢你的。我那匹马太慢，这坐骑我很满意，就不收你精神水利费了。小弟，老头，别骑马了，过来，我这大猫宽敞，挤能坐下3个人。驾！奉天承运，太后诏曰：丞相之女霍楚楚特赐婚于平南王世子赵括，则即日完婚。钦此。相爷，接旨吧。这可是使摄政王亲自向太后求的恩典。这旨，老臣不接。我霍青山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绝不让女儿嫁给那个畜生。哼，放肆相爷！抗旨可是诛9族的大罪。来人，请相爷回书房闭门思过，
直到大小姐出击为止。楚楚，爹对不起你，爹这就去死谏。平南王世子，他家有钱吗？肉多吗？平南王府富甲一方，顿顿山珍海味，自然是。行，这婚我结了。听闻那霍楚楚力大无穷，还降服了巨虎。哼，本世子今天就要给他个下马威。等他一进门，先别让他拜堂，给我关进柴房饿上3天，我看他服不服。世子英明，哪怕是头母老虎进了咱们王府，也得变成乖乖的病猫。这是什么？老虎，好大的老虎！大门太小了，大猫进不去。世子不好了！新娘子把大门拆了，骑着老虎进来了。你就是那个什么世子？霍楚楚，你简直胆大包天！既然皇室赐婚，你生是本世子的人，死是本世子的鬼。来人，把他的兵器卸了，让他跪下给我。你废话真多，我只问你一句，你家管饭吗？管饭又如何？只要你乖乖听话。你连好好说话都不会，我怎么吃得下饭？这亭子挺碍眼的，挡着我看风景了。你想干什么？这可是10万两造的。想娶我？你家的破亭子连我一棒子都扛不住，结个屁的亲！回去告诉摄政王，少拿这种破烂玩意儿来恶心我。想打架就直说，别整这些虚的。世子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大夫还没来呢！滚开！我不当世子了，我要出家，我要去五台山当和尚。那根本不是女人，那是活阎王！摄政王想找死，别拉上我！备马，快备马，连夜出城！好饮酒就不吃罚酒。既然你们霍家想找死，本王就成全你们。传令下去，调集5城兵马司，以抗旨谋逆之名包围丞相府，如有反抗，格杀勿论。好一个霍青山，好一个霍楚楚！既然你们给脸不要脸，那就别怪本王心狠手辣。传本王之令，即刻调集5城兵马司5000精锐，包围丞相府，以抗旨谋逆之罪，将霍家满门抄斩，一只苍蝇也不准放出去。是。霍青山抗旨拒婚，意图谋逆，相府上下立刻开门收服，若有反抗，格杀勿论。楚楚，爹这辈子活得窝囊，但今天爹绝不退半步，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爹也护你杀出城去。老头儿，把你手里那破套片放下，连个西瓜都切不开，别一会儿划伤了自己。楚楚，外面可是5000大军啊！5000而已，帮我拿一下碗，别打了。哼，霍楚楚，你插翅难逃！来人，放箭！嘘，大晚上的吵什么吵？装神弄鬼，给我放！这是什么妖法？大当家！大当家，弟兄们早就在这京城里憋坏了。您这穿云鼓哨一响，咱们黑风寨8000兄弟一个不落全到了。你们是何方神圣，竟敢带兵乱入京城？呸！放你娘的屁！什么带兵？老子们是来探亲的。哼，兄弟们，有人想动咱们黑风寨的老丈人，你们答不答应？不答应！兄弟们，来大活了！
今天咱们不劫道，也不伤人命，咱们直缴械。好嘞，兄弟们，上！给咱们老丈人开开眼！哎，你这长枪不错啊，金刚打的吧？拿来吧你，正好回山里换酒钱。哟，这头盔还镶铜边呢，挺重吧？兄弟替你拿着。别动，举起手来，把刀放下，自己踢过来。老头儿，危险解除了，赶紧让厨房做饭去。我这8000个兄弟可都饿着肚子呢。你说什么？5城兵马是5000精锐，被一群土匪缴了线。王爷，那霍楚楚吹了个鼓哨，京城里不知怎么就冒出8000个山贼，他们不杀人，专门抢兵器铠甲，兵马局的人连刀都没拔出来，就被按地上了。废物，全是一群废物！霍楚楚，这是你逼本王的。传我虎符，调动驻扎在城外的玄甲陌刀护卫队，3000重甲骑兵，即刻进城。王爷，玄甲队可是对付外敌的国之重器，重甲无坚不摧，若是调入京城街道，只怕会引起大乱。本王就是要在京城立威，碾平丞相府。霍家上下，还有那些山贼，一个不留，全部踩成肉泥！大当家，不对劲儿！是摄政王的底牌，玄甲陌刀队。这可是能在万军丛中横穿直撞的重甲骑兵啊！刀枪不入，剑矢难穿。大当家，点子太硬了！兄弟们手里都是轻兵器，砍在铁甲上连个白印都留不下，这没法打呀！霍家完了，那群土匪也完了。老头儿，拿好。刀枪不入，我这辈子最喜欢的就是砸硬壳核桃。大当家，危险！黑风寨全体都有，退后3丈。老头儿，你也往后站。螳臂当车，全军冲锋，碾碎他！给我趴下！哎呦，起不来了，拉我一把！铁牛，别愣着了，叫兄弟们干活，把这3000套玄铁铠甲全给我扒下来。王爷，全完了，3000玄甲骑兵全趴下了。黑风寨的土匪正在扒他们的铠甲，说要论斤卖废铁。霍青山，霍楚楚，是你们逼我的！京城兵马司已废，玄甲队已复，本王退无可退了！传令，集合府内所有暗卫和3000死士，即刻随我杀入皇宫！王爷，直接逼宫，那可是大逆不道！拿到退位诏书，本王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帝。谁敢说大逆不道，全速进宫！赶在那个疯丫头反应过来之前，逼那小皇帝盖玉玺！陛下好胃口啊！臣为大周江山日夜操劳，陛下却在这里啃冷鸡。既然陛下如此悠闲，不如退位让贤，去当个富家翁如何？摄政王，你这是要造反？是又如何？宫内外全是我的人，你若识趣，乖乖盖上印玺，我留你一命；你若不识趣，不识趣又怎样？你天天让人给朕吃水煮白菜，连口肉都不给，现在还想抢朕的椅子，做梦！死到临头还惦记着吃，
你指望霍青山和那个野丫头来救你？他们现在只怕已经被我的玄甲队踩成肉泥了。来人，把这傀儡给我按下，强行用印！你们怎么进来的？宫门的禁军呢？禁军？哦，他们嫌兵器太重，都交给我黑风寨的兄弟保管了。这会儿正蹲在墙角喝豆浆呢。老大，丞相爹，你们可算来了！乱臣贼子，我老大和我爹来了！你完了！霍青山，你身为当朝丞相，竟敢勾结山贼，带兵擅闯皇宫，这是满门抄斩的谋逆死罪！哼！讲理是吧？我不懂什么大义，也不认识几个字，我只知道这棒子就是我的礼。哼！谁不让我小弟吃饱饭，我就砸烂谁的饭碗！霍青山，你熟读圣贤书，位列三公，今日竟纵容一个满身匪气的山野村姑，带着山贼践踏太和殿，你这是数典忘祖，是在毁我大周的百年礼法。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谁若能拿下这反贼妇女，本王封他为万户侯。这是为了天下大义，为了大周正统。你架空陛下，结党营私，竟还有脸提天下大义？老头儿，省点口水！我最烦听你们这些当官的绕弯子，满嘴仁义道德，一肚子坏水。你想干什么？本王乃是皇族宗亲，你敢动本王，就是与全天下讲礼法的读书人为敌。讲理？我这就跟你讲讲我的理。我不负识字，不懂你说的那些大义礼法，我只认一个死理：谁让我爹和我弟饿肚子，谁欺负我家里人，我这手里的棒子就是理。老大威武！你这乱臣贼子，天天克扣朕的口粮，现在没话说了吧？摄政王，你口口声声说我霍青山大逆不道，那你听听你自己做的这些好事。其一，你结党营私，把持朝政；其二，你克扣皇帝御膳，意图逼宫；其三，你私养死士，调动重甲入京，意图谋反。老头儿，骂完了没？骂完了，赶紧让御膳房开饭。折腾了一晚上，饿死我了。传朕旨意，打开御膳房库房，把所有的牛羊猪肉全搬出来。今天朕要大摆流水席，犒劳我老大，还有黑风寨的8000位兄弟。小弟上道。黑风寨毕竟是山野草莽，这大张旗鼓的在皇宫摆宴，史官那边怕是不好写呀。让他写，谁敢多嘴，朕就停他的饭卡，不停他的俸禄，让他们也尝尝清水煮白菜的滋味。老头儿，这宫里的烤肉味道不错，楚楚喜欢，以后爹天天让御膳房给你做。老大，吃饱了吗？不够，朕再去后山给你抓2只山鹤烤了。肉吃腻了，有没有干果？有。老大，你手劲儿大，捏核桃容易伤手。你等等，朕有个好用的砸核桃神器。陛下，这是传国玉玺啊，大周江山的国之重器呀！哎呀，霍老卿，你别大惊小怪的，这破石头方方正正的，底部平等，拿来砸剪套最顺手了。平时摄政王压着朕，这玩意儿朕连碰都碰不到，今天正好拿来给我老大砸核桃。陛下，万万不可啊！玉玺乃天命所归，碰磕不得。什么天命不天命的？今天要是没有老大，朕的命都没了。别说砸个核桃，老大就算拿它垫桌脚，朕也乐意。是块好石头，挺沉的。楚楚，不要啊！
这石头确实匕首好用。老头，你这国之重器是不是造假了？胡说什么呢？传国玉玺传承数百年，怎么可能造假？那它怎么裂了？天哪，玉玺碎了！大周气数！闭嘴，老头，看仔细点。老大，你砸核桃，怎么砸出个小斧头？刑天舞干纪，猛志故常在。刑天战斧，3000斤，分量刚刚好，以后剁大骨头不用切2刀了。传说是真的，开国太祖留在玉玺里的秘密竟然是真的！天师救我！只要天师替我夺下此斧，斩杀那妖女和昏君，我愿将大周半壁江山拱手相送。什么人装神弄鬼？天苍老怪，那是100年前就名震天下的武道大宗师，他竟然没死，还成了摄政王的底牌。小丫头，将神斧献于老夫，老夫可保你全家留个全尸。至于这皇位，便让给摄政王吧。老大，这老头会飞，咱们打得过吗？你个老东西，出场就出场，扬什么灰？你弄脏我的肉了！哼，冥顽不灵。既然你想死，老夫便成全你。大当家小心！花里胡哨！什么？现在你还有什么底牌？一起叫出来，我赶时间吃饭。没了，我输了，大周是你们的了。谁稀罕你的破大周？老头，小弟，这肉脏了，去让御膳房给我重新烤食盘。要是不够塞牙缝，我连这破皇宫一起拆了。好嘞，老大，别说食盘，朕把整个御膳房都送给你。快，传膳上肉！老头，水烧开了没？烧开了。老大，水滚了。今天咱们吃什么？吃顿大的。嗨饭！